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，他明明很冷淡，却在某一句话里把心全部交给了你？语 quote 我会对你好，好到你没有机会喜欢上别人。语 quote 这句话是周渠清对关之说的。一个心脏外科医生，平时说话惜字如金，连笑都很少给别人看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说出了这句让无数女生瞬间破防的台词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难撩里这段从语 quote 撩不动语 quote 到语 quote 离不开语 quote 的故事。故事的开始其实和很多甜宠剧不太一样。关之是个自由摄影师，性格像个小太阳，走到哪里都能把气氛点亮。他在城坎古镇第一次见到周渠清的时候，对方站在那里，安静的像一幅画，但眼神里又藏着一种语 quote 生人勿近语 quote 的距离感。换做别人，可能看一眼就转身走了。但关之不是别人，他主动搭话，主动开玩笑，甚至用他那句很出名的话说服了自己，也说服了他。语 quote 这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东西，怎么能因为他一点瑕疵就不要他？语 quote 周渠清一开始是抗拒的，他习惯了把自己藏起来，习惯了不主动靠近任何人。可关之的热情像春天的风，一点一点吹开了他紧闭的门。他开始期待他的消息，开始在他逗他的时候忍不住红了耳朵。那段时间是整部剧最甜的一段，两个人还没捅破那层窗户纸，却已经眼神粘在一起，谁都装不下去了。可就在感情刚刚萌芽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关之的父亲突然病倒，他来不及解释，连一句告别都没有留下，就匆匆离开了。周渠清等来的不是他的消息，而是长久的沉默。他以为自己不过是他旅行途中的一个消遣，一段被随手放下的插曲。于是他把他拉黑了。这一别就是很久。在重逢的时候，关之身边多了一个语 quote 男朋友语 quote。周渠清一边压抑着心动，一边告诉自己应该离得越远越好。可命运偏偏不放过他们，他发现自己竟然是关之父亲的学生，而他父亲正是医院的院长。身份交织在一起，误会也跟着一层层叠加。他以为他脚踏两只船，他却不知道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其实只是他的表哥，而表哥根本不是异性恋。误会像一团乱麻，谁都解不开，可感情却在这团乱麻里越缠越紧。周渠清一次次告诉自己要远离，却一次次在深夜里忍不住去关心他过得好不好。他开始害怕自己的克制最后会变成失去他的理由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语 quote 嘴上说不要，心里却诚实语 quote 的反差萌太戳人了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转折发生在第44集。那天，周渠清终于撑不住了。他站在关之面前，把所有的克制，所有的犹豫，全部丢在了脑后。他说语 quote 你离开他，跟我。语 quote 这句话很短，却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主动伸手去抓住一个人。而真正让所有人破防的是紧接着他说的那句我会对你好，好到你没有机会喜欢上别人。这不是霸道总裁式的占有欲，而是一种很笨拙很认真的承诺。一个从来不习惯表达的人，用他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，我怕你走，所以我要用尽全力把你留在我身边。这句话之所以能戳中那么多人的心，是因为它藏着一种最朴素的安全感，不是我要控制你，而是我愿意用余生去做那个让你舍不得离开的人。误会解开之后，关之父亲虽然仍然有一点顾虑，周渠清母亲也曾短暂表达过反对，但这些现实中的阻碍并没有成为两个人放弃彼此的理由。真正成熟的爱情从来不是一路顺风，而是在面对家庭、责任和现实压力时，依然愿意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。他们没有选择逃避，也没有让任何一方独自承担，而是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，最终赢得了家人的理解与祝福。故事的最后，他们重新回到了最初相遇的城坎古镇，用一支记录求婚全过程的 vlog， 为这段经历过误会、争吵、成长与和解的爱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那个熟悉的地方，不只是爱情开始的起点，更像是他们共同人生的新起点。从相遇、相知到相守，
每一步都见证着他们一路走来的成长，也让观众相信，真正值得珍惜的爱情，终究会跨越所有考验，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结局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支持谁？是那个勇敢主动、敢爱敢追的关之，还是那个看似木讷，却把所有深情都藏进行动里的周渠清？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两个人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表达方式。关之让人看到的是勇气，他愿意主动靠近，主动争取，不害怕受伤，也不害怕被拒绝。而周渠清则让人看到责任，他不会轻易说爱，却会默默把所有承诺落实到每一个细节里。也正因为一个主动，一个克制，一个热烈，一个沉稳，他们之间才能形成如此奇妙又自然的互补关系。这样的爱情，没有谁高谁低，也没有谁付出更多，而是彼此成就，彼此治愈。所以，你更喜欢哪一种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，说不定还能遇到和你观点一致的朋友，一起聊聊这段让人越看越上头的爱情故事。其实，这部剧之所以能够让无数观众越追越上头，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并不仅仅来自剧情本身，更来自王浩真和翟依莹这对搭档之间难以复制的化学反应。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合作了，早在《岁岁淮安》中，两人的 CP 感就已经获得了大量观众认可。没有刻意营业，没有生硬发糖，仅仅依靠自然流畅的眼神交流、默契十足的互动，以及细腻真实的情绪表达，就成功让观众相信，他们饰演的人物是真正相爱的。这一次二搭，他们不仅延续了上一部作品积累下来的默契，还把角色之间的情感层次演绎得更加丰富。王浩真把外冷内热、隐忍克制的男主刻画得细致入微，而翟依莹则把女主敢爱敢恨、坚定真诚的性格诠释得鲜活立体。当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不断碰撞、磨合，又彼此靠近时，那种自然流露出的甜蜜感，也让观众一路姨母笑到最后。这种真正来自演员之间默契的火花，往往比刻意设计的高甜桥段更加令人心动。其实，爱情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也不是惊天动地的浪漫，而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，有一个人愿意把承诺一点一点兑现，把喜欢一点一点坚持。周渠清真正吸引观众的，不是他会说多少甜言蜜语，而是他说出口的每一句话，都愿意用行动去证明。他答应过的每一件事，都会认真做到。这种踏实而坚定的爱，或许没有烟花般耀眼，却像细水长流一样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。或许这也是这部剧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原因。他没有刻意制造狗血冲突，也没有依赖夸张的人设去吸引眼球，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细腻的细节告诉大家，真正长久的爱情，不是靠一时的激情维系，而是在一次次选择、一天天陪伴、一点点兑现承诺中慢慢成长。当故事结束时，留在观众心里的不只是男女主角的甜蜜结局，更是一份关于爱情最真实、最温暖的答案。我们下期见。